业余的遇上专业的会擦出什么火花？我想这个男人一辈子都终生难忘这一幕。海豹突击队到底有多牛？1.8秒击中6个目标。一人同时狙杀3人，旁边的友军都惊呆了。就算是撤离，也从不低调，几十个手雷同时扔向对方。Bravo helmets, anywhere, enemies about. Bravo 1, 4, 75, standing by. That's good copy. 恐怖分子想炸毁美方援助尼日尔修建的一座蓄水大坝，在他们到来之前，海豹突击队布置了简单的防御工事，在必经之路上埋上一块化合物。恐怖分子下车观察四周，汽车已经开过钢管，敌人已经到达指定地点。队长请求开火，可作战中心给出的指示，现在是半宽容作战环境，遵守交火守则。敌人不开枪，海豹就不能开火。武装人员就要离开最佳狙击位置，路边的武装都快要踩到海豹的头上。眼看着就要失去优势的海豹突击队，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恐怖分子不开枪，那就诱导他们先开枪。其中一个队员拿出了国旗，跑到高坡上大喊 Hey, come on, play! 看到美国国旗，就像野牛看到了红布一样，瞬间全身血液暴涨，端起重机枪就是一顿猛扫。之前埋放的一块化合物全部派上了用场，恐怖分子被炸得人仰马翻，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两侧的海豹突袭。B6两发精准射击，暴露了自己的位置。B1火力覆盖，消灭了恐怖分子的重火力。3点交叉火力打得恐怖分子四处逃窜。突然，一枚炮弹从天而降，狙击手通过望远镜发现是极端分子的坦克。没想到恐怖分子还有这种硬度。海豹突击队没有携带能击穿15厘米装甲的武器，任由炮弹落在周围。但是海豹突击队有一个地方非常牛，他们能单兵呼叫空中支援，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了的地方。一架 F-15从尼亚美起飞，3分钟后就能到达指定位置。在这之前，海豹狙杀了机枪手，端起重机枪不停地向坦克扫射，发射蓝色和橙色烟雾弹。Chickens in the pot, Jack. Cook it. Here comes. 和海豹突击队比火力，恐怖分子还差了一截。不过他们下面的任务比现在还要危险。再牛的海豹也有悲惨的时候。这天，海豹突击队正在押送恐怖组织首领返回基地，看到美军就像是鬼子进村一样，搬起凳子就往屋里跑。大中午的，所有商店全部关门，可能是太受欢迎。一辆自杀式轿车热情地奔向海豹突击队。四面八方都是问候的子弹，紧接着空中负责指引的无人机也被一发入魂，就在乘坐另外一个车辆准备逃跑，一枚火箭弹彻底断了他们去路。看来今天不留下几个人是不行的。海豹的头脑还算清醒，第一时间扔出烟雾弹，带着首领撤回到一个平房内。他们与当地的警察交流一番后，知道北方有一条小路可以出去。B1下令立刻撤离，小队利用 CQB 战术向前推进，不料走到一半，警察就被一枪爆头。这就是狙击的枪声，像是拖着尾巴一样打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只听见枪声却看不到人，战无不胜的海豹突击队是遇到高人了，他们只能先抛弃队友返回到平房。B6想移动一步都无可能，这个狙击手会拖住6名海豹直到大部队的到来。B1想透过窗户观察，差点就被爆了头，窗户行不通，只有上房顶。刚爬上楼顶，漏个冒烟，就听啪的一声射在了墙角。B6想转身看一眼，也被打了回去。整个平房都在狙击手的掌控之下，屋顶是个视角开阔的地方，但是没有掩体。此时 B2发现侧翼有4名敌人正在接近， B1告诉他不能开火，不能暴露位置给狙击手，首要任务必须先把 B6救出来。1 to 6. I think I can make out the shooter's direction. B6想到一个方法可以找到狙击手的位置，他冒着危险拿到身边的皮管，放置在身边，用来标记子弹的落点。他让 B1远程观察，通过子弹扬起的灰尘大概确定了位置。一名队员从侧翼的窗口只能看到西北侧。B6想出用热成像的方法，屋内外有温度差。海豹拿出 T63加热成像仪再次进行观察，最终发现了狙击手的具体位置。I got him. 2 snipers in some dead fall. About halfway up the first foothills.
I'm gonna say 700 yards from you. B6 同时用反光镜看到了狙击手的位置，现在只有 B2 手中的 0.308 口径的步枪能打到他们，只有冒险再次登上屋顶。Stand by. Yeah, coming to you. Jason's 4 fighters are heading our way. Check. Bust them. 队员在下面火力压制 ，B2 再次探头，不料被弹片击伤，变换方位，附身爬到中部，抬头瞬间击毙两人。不过他们的危机并没有解除，敌人的援军已经赶来，子弹倾泻而出，随之而来的就是火箭弹。再这样打下去，估计整个平房都会变成废墟。作战中心让他们顽强抵抗，快速反应部队很快就到。就在众人奋起反击之时，发现外面的敌人纷纷开始倒下。饥渴的伊朗大军用肉眼看到一架美国的 F-35战斗机在上空飞行，他们看到了飞行员是个女人，而且还没有穿内衣，求胜欲望瞬间暴涨，发出的防空导弹异常的准，仅用一发就命中靶心。看到飞机冒着滚滚浓烟坠落在伊朗地界，等候多时的伊朗大军纷纷向女飞行员围了过来。美军接到了飞行员的求救电话，截击海豹突击队准备前去执行营救任务。这次营救任务难度之大，处在战乱中的美伊两国失去了空中引导的无人机，一旦被伊军包围，不会有快速反应部队前来支援。不过最要命的是，飞行员的 GPS 损坏，没有具体的坐标，一旦遇上伊军6人突击小队，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苦战之中。但是为了救出这个女飞行员，海豹突击队还是乘坐 C-17运输机前往伊朗边界领空，最高配的装备一身下来超过100万人民币，采用高跳高开进入伊朗地界。他们刚落地就遇到了伊朗革命卫队的直升机，看来这个女飞行员是真的吃香，伊朗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她，不然就白白浪费了一颗防空导弹。一丝石油都被榨干的土地上，只留下无情的石头和吹起的一缕粉尘。队员用3筒观察镜观察前方，一切正常。小队开始保持战术队形向前推进。他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否活着，但愿伊朗军还没有抓到她。行走一半 ，B1 突然挥手示意，全员警戒。不远处传来了交火的声音，海豹上前查看情况，看到是3具倒地不起的尸体。在路上发现小尺码的军用靴，无线电还传来了滴滴答答的枪声。海豹立马意识到这是飞行员给他们留下的敲击密码，意思是在南边3公里外有一座峡谷。看来这个女人不简单，单身的海豹对胡子男都想娶她为妻。走到桥边，就迎来了枪声。海豹突击队来的是恰到好处，在女飞行周围建立了防御模式。AK 根本就不是 HK416和 MK46 机枪的对手，不停的打，不停的有伊军倒下。眼看到嘴的天鹅就这样被海豹夺了去，胡子哥说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当面就想邀约女飞行员。这里可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他们开始往西方15公里撤离，伊军的第2波子弹再次袭来，这次敌方人数多火力猛，至高而下突击队完全失去了优势。队长下令抢夺制高点，队员让队长赶紧想个办法，这样一直被敌人追着打，他们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活着离开伊朗。队长下令向极线移动，然后向西赶到边界。所有队员采用 Peel 玻璃战术开始撤离，这种战术也叫中央包皮战术，是美军特种部队的侦察小队最常用的脱逃术。当侦察小队突然遭遇到敌人时，所有火力向敌人方向全自动扫射，打光弹匣后马上沿着队形的外围向相反方向脱离，同时会喊一声 Peel One 作为提醒。最接近他的队员在他开火时也指向射击方向，打光弹匣后又马上脱离，逃离时同样喊一声 Peel。紧接着另一名离他最近的队员也在做同样的事，就这样如此轮流开火和撤退。每个人的撤退路线就像给洋葱剥皮一样，在外圈一层一层的脱离。不过这个皮没包好，一名队员没有跟上，单兵作战能力再怎么强也比不过敌人的山海战术，一颗手雷可能就会要了他的命。雪上加霜的是，伊朗还派出了武装直升机绕着山脊不停的扫射。海豹突击队还有一个牛叉的地方，他们能单兵呼叫空中支援，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了的地方。美军 F-35战机低空飞过进行武力震慑，随后驱赶直升机离开。海豹突击队这次安全地撤离了伊朗边境线。接下来他们遇到了更加严峻的围困，失去信号的6人海豹被围在了平房里。海豹突击队如果敢踏入中国海域，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就在前不久，一艘被犯罪恐怖集团改装的马来西亚拖网渔船用作东南亚地区的人质银行，他们将高价值囚犯离岸关押，可以说是一座浮动的监狱。船上的14名富豪包含了3名美国人。海豹突击队接到任务，救出这些富商，但是他们面临一个问题：渔船在中国的边界水域行驶，一旦踏进中国海域，不要说去救人质，估计整个海豹部队都会在中国的监狱度过后半生。这艘海上移动堡垒配备了多种防御对策。2周前，泰国的海豹突击队试图拦截渔船，最后伤亡惨重，失败告终。渔船周围电网围栏，船尾有一张刀网，所有舱门都加固焊接，甲板上还布置了岗哨，所以直升机空降几乎是行不通。
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快艇潜入，找到船头海盗看不到的一个盲点。一旦上船，必须在10分钟内完成人质解救任务。所以海豹突击队不但要救回人质，还要控制这艘船不能靠近中国海域。队长决定分3支队伍，一支解救人质，一支负责建桥，一支负责伪操舵台。为了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海豹突击队1比1实战演习了上万次。夜色降临，海豹冲锋艇靠近船头盲区，采用 VBSS 登船战术，登到甲板一枪击毙放哨的武装，然后剪断刀网。在这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全队登陆采用 CQB 战术，保持战斗队形向前搜索。队员通过 HK416加装 Red Dot 瞄准器观察四周是否有敌情，指挥部告知他们在后方15米的位置有武装出现。枪声惊醒了所有海盗 ，AK 的子弹就更不要钱一样，扫射10分钟不带停。不过业余的和专业的不能比，扫射10分钟不如海豹点射2下就命中目标。与此同时，作战中心发现船只改变了航向，向北移动了大概40度，这就意味着还有10分钟渔船就会进入中国领海。这10分钟决定了海豹突击队的生死。进入船舱后，海豹采用 CQB 战术迅速向深处推进，同时作战中心通过无线电提醒小队，离中国海域越来越近了。5.56毫米子弹送走拐角处的海豹，操作台遇到了海盗的顽强抵抗。焊枪破门，突击驾驶是击杀最后一个敌人，立即关闭渔船发动机，必以解决最后的障碍，剪断门锁，破门而入。一个海盗想用人质换自己一命，可他没想到海豹没有按常理出牌，走在侧翼的海豹一枪爆头。海豹这次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解救人质的任务，然而下一次他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